草间弥生的故乡，有得过日本炸鸡大奖的金奖。四柱神社被认为是愿望达成的神社，它也算是一个悠闲的城市啊。就是松本城还是算是被日本人称为国宝的名城，很像东京六本木的那种感觉。我们这一集的话，帮大家介绍一下松本城，这个就是以国宝的那个松本城闻名的这个城市松本的这个地方呢，算是长野县的第2大城市，就是人口第2多的。跟我们前几天待在上田比的话，就是大城市跟小城市的差别。这个城市的话，有很多的商店街啊，还有很多的古迹神社。那这集我们就带大家去探索一下松本。那位在车站旁边有一间很有名的山贼烧，叫做炸鸡中心。它的炸鸡很有名的地方是它有得过日本炸鸡大奖的金奖，但是看 Google 评价是3.多颗星，不知道是真的好吃还是怎样呢？我们就进去点点看。好。我们现在点了一个炸鸡烧定时，就是山贼烧定时。那它的话是1290日元，它的话就是很有名的一盘炸鸡，然后配上饭，还有味噌汤，它很厚，对，很大一块，很像台湾的鸡排啊，吃吃看。整体炸鸡来讲的话，它还算蛮厚，而且蛮多汁的，只是皮有点太多，就是炸衣有点太厚了，那就稍微难免有一点点油耗味，对，但是还可以接受，但没有想象中的就是得到炸鸡大奖这么厉害的感觉，有点像台湾的鸡排饭，就是我觉得还好，可以来吃啊，不会很雷，但是也没有特别惊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松本住的房间。那一进门的话，右手边是浴室，然后还有一个置物空间。对，那房间的话有2张单人床，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书桌，然后一个电视，大概是40寸的电视，整体的话大约10平左右。那厕所是，就是有个干湿分离的浴缸，其实还算蛮大的。对，那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窗，我看出去的话，就是松本的街道，对，大马路。那这个话，距离松本 JR 站火车站大概走路只要3分钟而已，我觉得还蛮方便的。那整体干干净净的3星级的一个小饭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像我们走在松本的市区附近，其实一开始我以为松本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就是非常繁荣这样子，结果其实来的话，比我想象的还要再宁静很多，可能只比像上田啊，或者说像是长野这种小城市的人还多。我以为可能只要有城堡的那个城市，像是大阪啊，或者像这种松本有那种大城堡城市，我以为人都会很多。这里商店很多没错，但是我觉得路上的人非常稀稀落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松本也很有名的四柱神社。那这个四柱神社，它是在明治时代的时候就有了。那这边的话，主要是为什么叫四柱呢？就是因为它供奉了4种不一样的天神，因为这4个大神分别是像是有宇宙的神，还有是结缘跟生产相关的神，还有天照大神，就是太阳神。四柱神社被认为是愿望达成的神社，那这边许愿会很容易愿望达成，因为它集结了4个大神，对，所以人家会觉得来这个四柱神社的话非常灵验。四柱神社这边的话，就是刚刚介绍的这些，就是它的话分别有天之狱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跟天照大神。那就是大家觉得来这里祈福祈祷很有用，因为会同时得到4个大神的保佑。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很多祈福的一些祈福签被绑在这个主神殿旁边。然后这个四柱神殿也是，其实人也是很少是等于就是小猫2、3只而已。那星期五
也是下午4点多了，那不应该那么少人，太冷吗？因为最近确实都在负5到负7度游走，有可能是太冷了。不然这个也是算松本蛮有名的一个景点。那四柱神殿旁边有一条算是古老的商店街吧，但人也是稀稀落落的。如果有来四柱神社，也可以顺道来这边，蛮有味道的。这边是他们一些比较在地的一个小小的商圈，也不知道是在地或是比较文创的，叫做中町通。建筑跟街道是还不错啦，不妨可以绕过来看。如果真没地方去了，就是这边街道有一些怀旧的味道。刚刚那个中町通走到底就是一间超大的百货公司，算超级大、蛮有规模的。结果人应该都是跑到百货公司里面的，因为百货公司里面好多人，应该是外面太冷了。后面这个百货公司什么都有啊，大超市、餐厅全部都有。那里面人潮就蛮多的啊。如果无聊的话，因为像我就是要在松本住2天，可以到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打发一下时间，然后体验一下松本这边也算是蛮悠闲的在地生活的感觉一下。现在则是松本车站附近的晚上，晚上的话稍微看起来比较热闹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跟很多的大城市比起来的话，相对的还是人非常少啊。它也算是一个悠闲的城市啊。只要东京的那几个车站的话，吃饭正餐时间的话都很难找到不用排队的餐厅。但这边的话其实什么都有，像百货公司也有很大的，那吃饭的话基本上也都不太用等。对，所以可以推荐大家，松本是一个也可以享受慢生活的地方。这边的话是松本市立博物馆，就是我们再去松本的时候，路过的地方看起来就是一个蛮壮观的建筑，所以就想说进来看一下。顺便，因为松本觉得本身可以去的地方真的没有到很多，所以如果有一些景点，也都可以尝试走进来看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松本城这个大名鼎鼎的松本城了。这个松本城啊，它跟姬路城是仅剩日本2座是5重6阶的木造天守，它建造在战国时代的末期，原名又叫做深治城。后来在16世纪由石川树正的父子大规模改造，才会看到今天现这样子的城堡。松本城啊，以这种灰黑灰白的色系为主，对，所以大家又称为松本城叫做乌城。但与常见的像是姬路城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城堡，他们是白色为主，会比较不一样。那它比较厉害是，它不是建在山坡上面，它是建在平地，然后是有很大的护城河去保护它的防御工事。虽然说松本这个城市比我们想的还没那么有趣，但是呢，就是松本城还是算是被日本人称为国宝的名城，也可能是前几大名城之一，国宝名城松本城。那旁边有一个小桥，虹桥还蛮漂亮的。它没有大阪城来的那么大，但是也不错啦。对，没有大阪城那么壮观啦。但是也有一番稍微比较静谧的感觉。现在我们来到了松本的美术馆。那为什么会忽然来美术馆呢？因为这边是草间弥生的故乡。对，其实长野县的松本这边是草间弥生的故乡，所以在松本美术馆展出非常多草间弥生的相关的他的作品。对，所以其实只要喜欢草间弥生的人，其实一定会来松本美术馆这边。现在看完这个草间弥生的展览，那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全部都是禁止拍照录影的。对，只有最后一个区域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破坏他们这个规定。个人感想是觉得其实也蛮值得来的，虽然我是一个超级不专业的他的粉丝吧，我的艺术天分可能稍微比较不够，但是其实还是觉得草间弥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创作出来的东西，以我这种门外汉
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每一样作品都好像怎么会可以把这些的颜色或者这些的配色搭配得这么的特别，这么的好像与众不同、很突出的感觉。对，大致上就这样。如果大家有来松本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草间弥生故乡的这个展览。现在是我们晚上要去松本城看一下松本城它的灯光秀。这个通往松本城的道路其实两旁有点灯，很像东京六本木的那种感觉，其实也蛮漂亮的。这个就是松本城的灯光秀，人蛮少的，我觉得跟之前去大阪城拍的时候，相对的比起来人少很多。那它其实除了本城以外，那它的旁边的周围，像这个林荫大道，也是有搭配着它灯光一起去做变化，对，也是蛮特别的。那我们松本的这一集大致上就可能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在松本的感觉就是，松本城很壮观，一定要去。对，包含它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我觉得都还蛮值得。然后如果有机会就去看一下那个美术馆，那其他的地方像什么之前第一天去的神社啊，或是那3年级，我就觉得还好。这边的话蛮适合，顶多1天1夜或是2天1夜。那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